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抑郁症治愈后，我主动申请复学，辅导员却以有病别死学校为由扔掉了我的病历资料。可他不知道的是，我爸不久之前才以校董的身份给学校捐了2栋楼啊，想刁难我，这算盘真是打错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因为得了抑郁症，我被迫从大学休学1年半，积极配合治疗。在此期间，我爸带着我跑遍了世界各地，聘请顶尖医疗团队为我看病。在家人的全力支持下，我日渐好转。医生告知我可以不用继续服药那天，我马不停蹄地让司机载着我开了几十公里来学校办复学手续。精神科治疗记录、诊断书、复学申请表，各类可能用得上的文件我里里外外地查了个遍，以保万无一失。然而，辅导员罗池漫不经心的漠然态度，一来就给我泼了盆冷水。你这是精神科的诊断证明，我要看神经内科的，谁知道你大脑有没有啥病变？难不成让我来担这个责啊？他漫不经心地将资料甩在一旁，我只好打道回府，约了某综合型3甲医院的神经内科检查。可当几天后，我再次把检查结果递到他面前时，他又换了新的说辞。谁跟你说的神经内科？我说的是神经外科，连人话都听不懂吗？我这才明白，合着这人压根就没打算让我复学。神经外科是采用手术方式来治疗脑瘤等一系列疾病的科室，一般来说怎么也不会跟抑郁症扯上关系。这分明就是看我得过抑郁症，害怕承担责任罢了。我压住怒意，提出了解决方案。罗老师，您可能不了解，首先，我的抑郁程度并不严重，一开始就几乎没有过什么躯体化症状。其次，我的诊断材料和治疗记录都是正规医院开具的，大可去查。最后，要是实在不放心，我可以手写承诺书，证明我在学校因病导致的一切后果自负，甚至可以去做公证。停！你在这儿跟我逼一堆东西没用。他面露鄙夷，随手拿起我在国外治疗的病历单往垃圾桶里一扔。陈诚，你造假也搞个真一点的吧，全是英文，糊弄谁呢？抑郁症不都喜欢自杀吗？你们这种人有病别死学校里害人行不行啊？还担保，你担得起吗你？罗池刚来学校没2年，正是新官上任3把火的时候。可他不知道的是，我爸不久之前才以校董的身份给学校捐了2栋楼啊。我家向来行事极其低调，这次返校，一来是不想给父母添麻烦，二来是想证明我的病情恢复得还不错，我才选择自己独自来办复学手续。没想到却碰上这么个极品，想刁难我，这算盘真是打错了。我一言不发地捡起地上的病历单，这一举动反倒引起了罗池进一步的嘲讽。哟，说你别死学校里就玻璃心碎了，就你这心理素质还想复学，我就不批准，你能拿我怎么样啊？快别在这儿丢人了行不？我给了他一个淡定的微笑，然后抓起一张病历就往他脸上糊。我缓缓地加大着手里的力度，同时脸上保持着笑容。在我的用力揉搓下，难闻的油墨味糊了罗池整整半张脸。你他妈的在干啥？给我住手！罗池含糊不清地骂道，一双手在空中舞来舞去，试图阻止我。然而因为2只眼睛都被我捂得死死的，他只能抓下，一个劲儿地在椅子上胡乱扑腾。罗老师，您看，
我这样像是有自杀倾向的人吗？我平静地问道。这时，罗迟已经摸索到我手掌按着的位置，拼尽全力从我的手中挣脱了出来。王八蛋，这样就想跟我斗？你还嫩得很！刹那间的功夫，他深吸一口气，扯着沙哑的嗓子就大吼大叫起来：“他妈的，杀人了啊！”我们学校的辅导员大多是独立办公室，没有配备摄像头，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刚才敢放肆对我口无遮拦的主要原因。只要我不是在学校当场出事，他就可以对他的语言暴力死不承认，撇清一切责任。其他办公室的老师纷纷被他的声音吸引而来，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就在他们即将踏入房门的时候，我看见罗迟用削得格外锋利的铅笔尖在自己脸上划了一道不小的口子。我靠，你们终于来了！他宛如惊弓之鸟一般逃到人堆里，和他们一起望向我这边。他有精神病，刚刚突然发疯，差点就要杀了我。你们看我脸上这伤口都还在流血，就是他画出来的。老师们闻言，神色一变，朝我投来了各式各样的目光，或诧异，或恐惧。这学生谁啊？咋没见过？我记得好像是刚入学没多久就因病休学的那个吧？是什么病来着？这个我有听说过，貌似真的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人们你一言我一句的议论纷纷。罗迟见状，趁热打铁的想要把我的罪名坐实。同事们，他今天还想找我办复学手续，我说他资料不完善，他一下子就发病要砍我。你们说说，要是让这种人入学了，不是把大家的生命安全当儿戏吗？我天，保安怎么敢放这种人进校园啊？他刚刚看我了，不会是盯上我了吧？老师们的话语几近将我淹没。我注视着他们那一张张开开合合的嘴，感到有些眩晕。都在吵什么？一道洪亮的声音贯穿了整个走廊，人群中有人发出惊呼：“你们快看，那是不是董事会的吕秘书？来学校这么久了，我还是第一次能见到本人。吕秘书，那不是我爸的私人秘书吗？”四周变得沸沸扬扬。毕竟像吕秘书这种级别的人物，平日里是相当不容易见到的。他的时间基本上都花在了陪领导各处出差的班机上，想找他比登天还难。职业的灵敏度让他很快便认出了我，并且立马发现了我在不停地对他使眼色。这位同学，请问遇上什么事了吗？他识趣地问道。没有戳穿我的身份。哎呀，吕秘书，这点小事就不劳烦您了。罗迟闪了出来，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出了一点点状况，我马上就能处理好。说着，就要把我这烫手山芋往外撵，是吗？听之前那动静，问题应该不小才对吧？吕秘书慢条斯理地说着，同时翻了翻桌上的文件资料。看着看着，他的脸色越来越差。怎么回事？这资料不是没问题吗？为什么复学申请还是写着驳回？你解释一下。这个，我们也是为了学生的安全考虑。您说，万一他要是在学校出什么事，那怎么说得清呢？哦，你是怕担责啊？他一语点破。那你看，我来当这个担保人，你看怎么样？此话一出，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大家怎么也没想到，高不可攀的吕秘书居然会主动提出为一个普通学生做担保。学校里的人想见上他一面都要看机缘，其他事情更是做梦都没敢想过。我这次回来，他顿了顿，迅速思考着合适的托词，正好是跟着领导来做校风调研的。学生方方面面的情况都得了解。依我看，就因为你这种老师多了，我们学校在外的名声才会一年不如一年。没记错的话，
你是劳务派遣工吧？这样，这个月的奖金你就先贡献一下，买点清洁用具，把全校上下所有教室打扫一遍，就可以考虑不开除你。你觉得怎么样？别以为我看不见啊！离下次出差还有些日子，正好来监督监督。罗迟面如死灰，连半句反驳的话也不敢说出口，浑身止不住的微微颤抖。吕秘书做事的铁腕手段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他这人眼里揉不得沙子，一向最见不惯滥用职权的人，这回算是踩到了他的雷区。等吕秘书走了好一会儿，罗迟才缓过神来，瘫坐在椅子上。罗老师，先把这个签了呗。我晃了晃复学申请表，他愤恨地盯着我，拿起了笔。算你小子走了狗屎运，就算他能帮你一次，以后你还不是归我管，就给我等着吧。我走出门前，他扔下了这么一句狠话。可自从我得病后，我爸妈对我最大的要求就是平平安安地读完大学，日后他们自会帮我铺路。我既不追求奖学金，又不想保研，更没精力参加什么校园活动，可以说是无欲无求，还能怎么给我使绊子？然而事实证明，我还是低估了他的恶意，他这是正式跟我结下了梁子。接下来的几天，我时常可以看见罗迟拿着抹布扫把频繁地出入各个教室，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听说这事还导致他丧失了1年1度优秀教师的评奖资格。他忙活大半年，上上下下的送礼，就是为了能评上这奖，好让高层领导注意到他。如今却沦落到满校园打扫卫生，弄得浑身是汗和灰。有几次和我一个专业的同学认出了他，不由得在背地里发出一阵阵嬉笑的声音。复学之后，我才知道他在我们专业的名声实在是不怎么样，媚上欺下，强制收礼，这都是他的基本操作。普通学生如果不给钱，在学校里办事都会被他想各种办法卡着。据小道消息称，他近期经常把从学生手上搜刮来的高额礼品拿去讨好某个领导，而对方则是可能有机会帮他跟高层牵上线的大人物。除此之外，还有更过分的，曾经有个女生痛经，想找他请假去医院，他不仅不批，还口出狂言。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要不你过来脱了给我看看。这要是换个性格刚烈点的，是可以去告他性骚扰的程度。可偏偏那女生胆子小，家庭条件又差，只敢硬生生地忍着，直到他在宿舍痛得昏厥过去，才被隔壁专业的老师开车送去了医院。跟这样的人扯上关系，恐怕往后的日子里少不了麻烦。果然，他很快把手伸向了我的日常校园生活中。这天没课，我一觉睡到中午，长时间的睡眠导致醒来的我感到格外饥饿。我像往常一样来到食堂打饭，这个，还有这个。我点了一堆肉菜，准备饱餐一顿。好，一共25元。食堂阿姨麻利地扣了我饭卡里的余额，拿起勺子咔咔几下，利索地给我打满了饭菜。但是等下，这盘子里怎么一点荤腥也没有啊？肉眼可见的就只有水煮白萝卜、清炒上海青以及蒜蓉西兰花。我都要怀疑是我饿到眼花了。阿姨，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肉呢？我发问。什么肉？你点的就是这些啊？她理直气壮地说道。开什么玩笑？我看着你扣了我25块。小伙子，话不能乱说。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扣你钱了？他快速地在机器上按出一个新的数字。我这才要收钱呢。你不要以为我年纪大了就好骗，虽然我不缺这点钱，
但这平白无故的冤枉人还倒打一耙算什么事啊？我就是因为凡事不到迫不得已都喜欢忍着，才会一度患上抑郁症。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重蹈覆辙，给了就是给了，你说什么我也不会再刷一次。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他急了，举起勺子就对我指指点点，溅起的油点子飞了几滴到我刚换的衣服上。骗人就算了，你不付钱堵着路，让其他人怎么吃啊？这会儿已经到了饭点，原本空荡荡的食堂逐渐人声鼎沸，一些不知道前因后果的同学排在我身后，小声斥责着我的不是，就几个钱的事情，至于吗？赶紧刷了，让我们吃饭啊！他们在后面嚷嚷着，围观的人眼看着变多。好，我让。我说着，探身进了窗口，一把夺过食堂阿姨手里的大饭勺，三下五除二的给自己舀了满满一盘肉菜。我可没多舀，这些本就是我应得的。我笑着看了他一眼，端着盘子就转身离开。抢劫啊！食堂阿姨竟连打饭的活儿也不管了，推开工作间的门就朝我冲来。我没料到他会做到这份上，闪躲不及，愣是被他拍掉了手里的餐盘，香喷喷的肉菜撒了一地。小东西，我记住你了，以后只要你来一次，我就赶一次。他看着我蒙圈的样子，得意洋洋地说道：我们学校地处郊区，交通不便，根本没有几家外卖可点，附近的饭店不多，即便叫跑腿也要至少等上2-3个小时。如果是一般学生，钱包哪经得起这样折腾？这是存心想让我每天都吃不上饭啊！不用说，我也猜得到这事的幕后主使是谁。罗池这人很喜欢卖人情，曾利用信息差招过几个乡下亲戚来学校里工作。他对外称这些工作是他本人特地安排的，实际上则是因为我们学校规模不大，人手也有限，经常忙不过来，所以才在一些网站上公开对外发布的岗位信息。这是在班上传的人尽皆知，传闻说他收了人家不少礼，明摆着欺负没文化的傻蛋罢了。思索片刻后，我拨通了吕秘书的电话。不出所料，我的猜想是对的。吕秘书办事效率很高，没多久就查清了这里面的关系。食堂阿姨果然是罗池的人，故意派过来给我添堵的。要不把他俩开了？他试探着问我。不，我思考着对策。我也不是什么不讲理的人，恰恰相反，我觉得要给食堂阿姨升职。升职？吕秘书迷惑了。对，你就瞧好吧，我自信笑道。我让吕秘书操办这事儿，先是实打实的升了食堂阿姨的职，让她当厨师长，总管学校后厨所有人。接着，在我的推动下，学校先后确立通过了2份文件。第一份是关于厨师长工资绩效考核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厨师长有监督管理后除全部员工的职责。换句话说，就是扩大责任。一旦后厨被人投诉扣分，厨师长要被扣绩效奖金，力度狠到令人发指的地步。第二份则是说，接到学生举报，近期食堂存在卫生问题，急需整顿。为了更好地调动员工积极性，现发动全体师生进行监管。最损的是，凡是投诉成功的学生，都可以获得素质学分奖励。学分2字简直是妥妥地拿捏住了大学生的命根。一时间，络绎不绝的信件填满了学校行政楼的举报箱。就连什么打菜手抖菜叶子没洗干净、分量太少等不算太大的事情，都被一一写入了投诉信中。除此之外，早在第1份文件已经发出，
而第二份还没起草的时候，我就在校园里散播小道消息，说食堂阿姨这次能升职，全都是辅导员罗迟的功劳。罗迟什么性子的人，我已经很了解了。这送上门的卖大人情的机会，他能不要？扣分行为持续了没多久，食堂阿姨明显就绷不住了，她肉眼可见的变得憔悴，就连打饭的手都伸得笔直，一丝都不敢抖动。再然后，工资单发下去的那天，他跟罗迟在食堂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争吵。罗迟，你给老娘说清楚，这是咋搞的？我1个月几乎白干。他公然大呼小叫，引得一堆学生围观。这是上面的决定，我也没办法啊。你没办法，不是你自己拍着胸脯给我讲，都是你在领导面前说各种好话，他才答应你让我当厨师长的吗？你收了我整整2条软中，你现在跟我说没办法，谁规定的？你找谁去好吧？我是真的好话都帮你说尽了。可能因为收礼的事情被摆上台面来说，罗迟也有点恼了。好啊，你现在是发达了，就不管我们同村人的死活了是不是？你小时候家里穷成什么样，连擦屁股的纸都买不起，一直到高中都只能捡厕所里别人用剩的，或者干脆就拿树叶对付，呼得满屁股是屎。还是我看不下去才帮你家送了纸，这你都忘干净了。食堂阿姨绘声绘色地描述着罗迟从小到大的糗事，多数都跟屎尿屁有关，十分有画面感。我有预感这俩可能会闹掰，但没想到还炸出来了这么离谱的八卦。旁边的学生们听罢，一个个瞪大了眼睛，震惊地盯着罗迟。甚至还有个承受能力差的，本来好好的吃着饭，在听见满屁股屎之后没忍住，哇的一声当场吐了出来。罗迟长红了脸，四下张望，抓起一碗汤就朝食堂阿姨脑门扣了上去。闭嘴吧你！他丢下这句话，匆匆逃离了被众人围堵得水泄不通的现场。好，你他妈完了！食堂阿姨在后面放声大叫。往后的日子里，罗迟被食堂彻底拉黑了，别说正常饭菜了，就连汤渣子都捞不着。无奈之下，他只有天天购买校外贵了几倍的快餐，可那些菜又贵，分量又少，每次还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因为害怕耽误上班，他经常是饿着肚子干活。他的体格本就瘦弱，有一回他更是直接低血糖发作，晕倒在了工位上。而那个被他性骚扰过的女生正好来行政楼办事，路过了他的办公室。他和其他几个女生见状，先是狠狠地朝他头上吐了一大滩口水，随后才通知其他老师说这里有人晕倒了。上次的食堂事件之后，班里的同学们得知了他的那段往事，嫌弃得要死，见了他全都躲着走。连他这种性格较为懦弱的女生都敢这样对他，说明他目前在班里的形象已经近乎到了人人喊打的程度。可就是这样，他还是没打算放弃整我。这天中午，我去宿舍旁边的便利店买了根冰棍，前后不过几分钟的路程，我就没带手机，浑身上下只揣着一张校园卡。可是当我回到宿舍时，刚休假回来的宿管陶阿姨却怎么也不让我进去了。你是哪个专业的学生？谁允许你进宿舍了？她拦下了我。我为什么不能进？我就住这儿啊。你看校园卡都还能刷开，我们宿舍门禁没有人脸识别系统，是手动刷校园卡进入的。她拿起我的校园卡，仔细端详一番，那上面印着我高中时期拍的证件照。这是你吗？长得不像啊。不是，你这都看不出来。阿姨，快别整我了，
我还急着回宿舍呢。不行，你必须给我提供一下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随便什么都行，只要你拿得出来，我就放你走。这下还真难住我了，因为毫无防备，我的手机、银行卡、钱包等所有东西全在宿舍放着，一个也没带在身边。我想找阿姨借手机打电话叫舍友送下来，却被告知她压根没有手机。我又想找路过的同学借，被她粗鲁地拦下。同学见她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悄悄把我拉到一旁问：我记得你好像是罗老师班上的同学，你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了？我们宿管阿姨好像是他直属亲戚，一般没事不会这么为难人的。我恍然大悟，宿管阿姨请了1个月的长假，这才导致我调查罗池人际关系背景时将他完全忽略掉了。想把我赶出宿舍是吧？还专挑我身上什么都没拿的时候下手，反正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严重后果，就算我报警，他们又能受到多大惩罚呢？等警察一走，立刻又换上另一副面孔，虽说不至于让我流落街头，但趁着没课的白天恶心我，让我没地儿去，绝对是可以做得到的。好在我为了以防万一，前几天就跟吕秘书事先商量好了，除了睡觉时间以外，他每2个小时会给我发一次信息，一旦我没有回复，就意味着我可能被卷进了什么麻烦。这本是用来对付最坏情况的，譬如说，万一罗池真的丧心病狂到喊一帮校外混混来暴揍我一顿，或者是做出什么其他离谱举动。1个多小时后，刚才外面回来的吕秘书开着车满校园转悠，终于在人工湖旁的道路上把我接上了车。这群人太过分了。听完我的叙述，他愤恨地拍了一下方向盘，我这就去跟领导反映，把他们统统赶出去。我过段时间要1个人出差，这是月初就决定了的事，之后可能帮不到你，绝不能让你在这节骨眼上出事。先别急，我笑道，我有一个想法，不过咱得先去个地方。我让他带我去了周边最大的建筑工地门口。正值中午，民工们都坐在地上小憩。你们几个是哪来的？快走开，俺们下午还得干活呢。一个保安急匆匆地对我们挥舞着双手。老哥，我们是来给兄弟们介绍活路的，就你嘴上没毛的半大小子，快滚犊子吧！我也许说话不管用，但是这个他肯定管用啊。说着，我抬起手，洋洋洒洒地扔了5万块钱现金下去。我承认这样很土，但对一帮卖苦力干活、急需用钱的民工来说，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几个被我吵醒的民工看得眼睛都直了，一个个挤过来就开始疯抢，让我莫名有种在池塘边上喂锦鲤的感觉。我手头有个急活，干得好，钱不是问题。就这样，我带着一群民工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南寝楼下。我让吕秘书亲自通知说，学校下午有临时施工项目，这一路可谓畅通无阻，没有一个安保人员起疑。我迅速找了个视野好的地方躲了起来，就等着好戏上场。陶阿姨的宿舍和办公室是一体的，就在南寝1楼，她在外面办公，管理宿舍事宜，晚上就回到里面的小房间休息。民工兄弟们呼哧呼哧地扛着一袋袋水泥砂浆，往宿管办公室的地上一扔，把在刷土味短视频的陶阿姨吓了一大跳。你们这是干什么？谁让你们来的？她惊呆了。你不晓得，领导让俺们来的，这要改造了。改成什么？男厕所。说这话时，
一个5大3粗的大胡子民工抱着小便池，大步走进了陶阿姨里面的寝室，3两下就利索地将这玩意儿安装在了他最喜爱的实木床头柜上方。为什么我推测那是他最喜爱的柜子呢？因为我在宿舍外的草丛里，透过明亮的窗玻璃，清晰地看着那柜子被他收拾得一尘不染，跟他房间里的已经蒙了层灰的衣柜形成了鲜明对比。大胡子安装完成后，觉得不太得劲儿，左看右看，从背包里掏出一幅写着"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的标语贴了上去，又反复拍打几下，确定稳固性，这才满意。他继续准备安装另外几个小便池。陶阿姨知道自己不能跟他们碰硬的，转头就出去打电话搬救兵。没过多久，罗池便赶过来了。罗池来的时候，宿舍门口已经围了乌泱泱一堆学生。想想也是，宿管阿姨宿舍冷不丁被一帮民工强行改成男厕所，这种离谱的事情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什么情况啊？真改成厕所了？那陶阿姨去哪儿啊？学校领导不会做这么没脑子的决定吧？但是不对啊，如果不是领导允许的，谁放这帮人进学校的？罗池不愧是罗池，很懂社会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那一套。他掏出几包上好的烟，一根根的散给在场的民工，还特意给那工头兜里塞了2包未拆封的，满脸堆笑的向他们打听着消息，那副嘴脸真令人叹服。一眼望去，好的跟亲哥俩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认识多少年的铁关系。可不凑巧的是，陶阿姨偏偏在这时走出来，看见了这一幕。小罗，你们这是？随即她像是想明白一般发出惊呼。我就说学校里怎么会平白无故出现民工呢？我知道你跟学校领导关系很好，你是不是早知道他们会来也不提醒我？我差点笑出声。跟领导关系很好，拜托，他算哪根葱啊？一看就是牛皮吹多了，这回把自己坑进去了。妈，这怎么可能呢？我哪能瞒着您啊？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这不问着呢吗？妈，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虽说是直系亲戚，但我记得资料显示罗池的妈妈压根不姓陶啊。我知道你就是记恨妈这次请假去外省祭拜送子观音的事儿，是不是？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了，没孩子可怎么办呢？妈是能想的想法都想了啊。我明白了，合着这陶阿姨不是亲妈，是罗池的岳母。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快别在这儿丢人了。罗池急忙打住话题，按住陶阿姨的肩膀，就想把她带离这是非之地。陶阿姨甩开了罗池的手，愤怒地喊道：你别想堵住我的嘴！你给那工头送烟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么多年，你有给你老丈人送过一次那么好的烟吗？当初女儿要嫁给你，我就不同意，现在看来就是对的。你没法让她怀上孩子，还嫌我提这事给你丢人。有你这么当女婿的吗？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罗池愈发崩溃。很显然，他的家庭地位看起来很低，而这一事实还被当着学生们的面无情地戳破了。要不了1个星期，这事就会传到全校师生的耳朵里。他根本没脸像以往一样正常上下班，所有人都会在背地里看不起他，嘲笑他，包括那些老师。他失去了理智，最终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怒气，竟扇了陶阿姨一巴掌。你敢打我？离婚！我这就让女儿跟你离婚。你不是不让我说吗？我就要大声说，你那方面不行，你阳痿阳痿阳痿！陶阿姨当众戳破了罗池作为男人仅存的一点尊严，这是让他丢脸丢大发了。
罗池的老婆嫌他丢人，再加上他确实动手打了自己妈妈，真跟他离了婚。最糟的是，他们所住的婚房属于女方的婚前财产，不可分割，他连容身之所都没有了，整个人被扫地出门。学校这边更是拒绝给他提供住宿，有时候在校园里遇上，总能清楚地看见他身上粘着几片被露水打湿的树叶，这周围点外卖都不方便，更别提住宿了。天知道他这段时间都是在哪个鬼地方过夜的，随时是看上去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想必应该是饱受折磨。他却还不服气，发誓要将施工队背后的人揪出来解恨。这一查，就很快将目标锁定在了我身上。施工队的人说漏了嘴，还是将我供了出去。得知这一事实真相的罗池气到发狂，急匆匆的就找上门来复仇。陈诚，你小子给领导塞了多少好处，居然能让门卫放他们进来瞎搞？他恶狠狠地说道，随即像扣押犯人一样把我从图书馆押走，直往学校行政楼走去。这不是自己赶去送死吗？我一点不慌，任凭他自己朝着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这也怪我一贯藏得太深，以致都闹到这份上了，还没人对我的身份有过什么怀疑。他将我押送到了行政楼下，让保安帮忙看着，自己又不知道从哪拉来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举报学生向领导行贿一类的字眼。就那样大辣辣的一屁股坐在地上，颇有为学校伸张正义的大义之态。他妈的，怎么今天行政楼都没几个人呢？过了不知道多久，罗池等不及了，因为自他坐下起，就没见一个老师从行政楼走出来过。这的确很不合理，只有我知道，估计是我被扣押的样子被人看见，传到了吕秘书那里。为了防止罗池再做出什么过激举动，从而导致校园意外的发生，吕秘书怕是早就从消防通道疏散了人群，让他扑了个空。不管了，反正今天没见着人，老子就不走。罗池无赖般的瘫坐在台阶上，双眼时刻紧盯着门口的动静。又过了好一会儿，有人过来拍了拍他，果真是吕秘书。罗老师，您来一下，陈总找您。陈总？哪个陈总？他一头雾水。吕秘书低声说了什么，听得罗池是两眼放光，从台阶上一跃而起。我大概明白是哪个陈总找他了。顺便一提，姓氏太大众化，恐怕也是我能隐藏身份这么久的另一大原因。按眼前这情况来看，所谓的陈总不就是我爸吗？他说要好好嘉奖您，在楼上215会议室等您。哈哈，你小子今天算是完蛋了。待吕秘书走后，他冲我鄙夷地笑道。我一言不发。可真当他打开215会议室门的那一刹那，他才知道，完蛋的只有他自己。偌大的会议室堆满了各式各样价格不菲的礼品、保健品、名酒名烟、字画珠宝等等东西应有尽有，而且很明显的看得出这些都是二手物品，有一定使用痕迹了。罗池眼看着满地的珍品，惊恐万分，角落里还蹲着一个双手抱头、瑟瑟发抖的小个子男人。领导，您怎么会在这？还没等罗池冲那人问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我爸缓缓走了进来。罗池就算在眼瞎，也一定会对这张屡屡登上校园新闻的脸有所印象。您是陈总？罗池，听说你要举报校园贪污受贿情况，我看倒不如先解释一下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吧。我爸轻描淡写地说道。陈总，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些东西都是罗池硬要塞给我的。地上那小个子突然蹦起，冒出这么一段话，我好像明白了什么。以前就听说过，罗池最近在给某个能联系上我爸的大领导送礼。这小个子，难不成就是那个传说中罗池好不容易才巴结上的大领导？我相信我爸绝不可能收他们的东西。虽说我爸经常会给学校捐钱捐物，但他从骨子里来说是个相当正直的人。就连我当初入学都没有搞过什么歪门邪道，而是确确实实让我凭自己分数考进来的。吕秘书在此刻冒了出来，对那小个子男人痛骂道：“你一个新调来的临时助理，倒是冒充起领导行贿受贿了，可以啊你！亏得我这段时间还手把手地带你熟悉工作流程。”罗池在心里捋清楚了这里面的关系。原来小个子不仅私自昧下了他的东西，一次都没往上面交过，更不是什么所谓的大领导，只不过是从别的地方调来，安排在吕秘书手下的临时小喽啰。也就是说，只是我爸属下的属下，此人业务能力很强，学校可能是看中这一点，想着反正用不了太久，怎么也不至于出太大差错，替这期间不在学校的吕秘书分担一下工作。没想到倒是给自己找了个祸患。陈总，虽然我也有不对，但是我检举有功啊。陈诚居然敢贿赂领导，把施工队都放进来，这不是更大的安全隐患吗？罗池尽力想要最后弥补一下自己犯下的过错。我爸笑了，那人询味地看了他一眼，说道：“你说陈诚，你知不知道他是我儿子啊？”儿子一词犹如惊雷在罗池耳畔炸响，如我儿子，这怎么可能？猛然间，他像回过神一样，将情绪全部发泄到了小个子身上。都他妈的怪你，装什么装？还领导，连陈总儿子的事都搞不清楚，还敢他妈的吞了老子全部的东西。那堆礼品中的一些名贵物品，一看就不是学生能买得起的。罗池自己一定也是下了血本，往里搭了不少，这导致他变得格外愤怒。那小个子看着矮，实则短小精悍，竟然还有些战斗力。两人很快厮打在一起，一番打斗之后，罗池被他逼到窗边。我爸报了警，但在警察赶来之前的几秒钟内，只听得一阵玻璃碎裂的响动，罗池被已经杀红眼的小个子活生生从窗口推了出去，重重砸在了外面的水泥地上。此时恰逢课间，有几百名师生目睹了这一惨剧。这之后，罗池被送往重症监护室，勉强保住了一条命。可医疗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滚动成一个可怕的数字，他的家人拒绝为他承担这一天文数字。几个月后，恢复过来的罗池拖着依旧虚弱的身躯，消失在了医院走廊尽头。他负债而逃，罗池的身影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据说是在闹市巷口的垃圾桶旁。他穿着破烂不堪的医院病号服，拼命地在里面翻着泔水吃，多半是脑子也有点摔得不正常了。曾经敢大言不惭嘲讽抑郁症患者的罗池，变成了精神有问题的流浪汉。这一转变还真是让人唏嘘不已。而没有收到钱的医院，则是选择将小个子告上法庭。面临他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巨额赔款，他的后半生将因此变得无比艰难。学校方面立即将他们一同开除，并且永久纳入黑名单，失去了工作和谋生能力，甚至没有一个家人愿意接济的罗池未来会如何，这我已不得而知。我想只会是尝遍各种人间苦楚，下场凄惨。如果他知道
终有一天自己会落得这个结局，大概也会万分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吧。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